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冯小刚、张国立联合提出了要在中小学课本里加入部分繁体各句线。那么其实这些年来呢，我们看到的，随着国学的兴旺以及对传统文化继承的强调，有关是不是要全面恢复繁体字的争议是越来越大。那么繁体字有没有必要再度重出江湖呢？两会提案建议繁体字能否进课堂？7年时间5个提案，恢复繁体字为何频繁发生？从秦始皇简化篆书到新中国推行简体字，汉字简化是远离传统内涵，还是顺应时代潮流？沿袭1000年的中国汉字经历了哪些演变历程？汉字是繁是简，纷争不断，这背后有哪些往事秘史？其实在两会上提出有关恢复繁体字的建议，这不是头一回。在以往的两会上呢，包括一些地方两会上，经常有一些代表委员提出来要恢复繁体字。你看这一次冯小刚、张国立提出来的呢，要遴选出50个到100-200个，这样呢具有一定文化意义的繁体字。你像他提出的爱，中间有个心字的繁体字，亲这边是个见的，说亲要见面，爱要有心，说这样有意义的体现传统文化的繁体字，让他们搁到中小学课本里头，让学生作为必修课来了解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这种字形之间的关系。其实冯小刚和张国立这个指案跟以往我们听到的要恢复繁体字相比，它变得很温和，不那么激烈。对于简化字的使用，2001年1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第3条明确表示，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所谓规范字，是指经过简化和整理的现代汉字。现代汉字包括古今通用的和现代通用的汉字，而繁体字并不包括在内。在对2013年新版通用规范汉字表研制过程中，研制组对繁体字恢复和类推简化问题曾进行过反复的研讨，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为了维护社会用字的稳定，字表原则上不恢复繁体字，以保持通用层面用字的系统性和稳定性，允许字表以外的字有条件使用，但不类推简化。近年来，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已经被淘汰的繁体字有重新回到大众视野。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21位文艺界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关于小学生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建议在小学开设繁体字教育。考虑到小学生的课业负担，此项提案并未通过。随后，在2009年，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更是大胆提议，在全国用10年时间分批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他认为，上世纪50年代简化汉字时太粗糙。时隔2年之后，2011年2月，江苏15名政协委员提交提案，建议给中学生、大学生进行繁体字扫盲，特别是大一新生，不论文理科，都要学1年的繁体字和异体字。2014年，全国人大代表吴世民再次提出恢复繁体字的建议。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东边的都，他说的什么意思呢？一个日，一个木，说了太阳在那个树丛里的时候，从南京住的东边，你现在那个东边，你现在完全没法解释。类似这样的词很多，其实把这个就文字本身的那个结构和徽力，真的但美感不破坏掉。直至今年两会，冯小刚再次呼吁让繁体字进入课堂。7年时间，关于繁体字的大小提案出现过5次之多。你看，刚才是我们了解到最近大概7、8年间，全国和地方那些两会提出了有关恢复繁体字。你看这里边甚至要提出全面恢复繁体字，
要在多长时间以内繁体字再取代简化字。那么这个事情这些年可能在你耳朵边不断的有人在争议这个。我赞成，在对于中国人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帮助。我感觉意义的话自在人心吧，在这种形式上嘛，本来简体字就是为了简化汉字嘛，如果重用繁体字的话，我感觉是一种文化的报废吧，应该没有那个必要吧。现在汉字本来就比较多，感觉我们现在如果你推下来了，都是最等压的。有的人觉得繁体字多漂亮啊，一用简化字，汉字美感没了。而且你这个不会繁体字，不知道怎么写，也不认识，读一些古籍很费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建议的就应该中小学恢复这繁体字。那么作为我来说了，我由于小时候受的教育的原因呢，繁体字大半我都认识，我也都会写。汉字它的功能绝不仅仅是审美这点事儿，它更主要的是一个工具。它方便的是我们进行信息上的沟通和交流，它就如同推广普通话一样，南腔北调，你听不懂我的，我听不懂你的，这个不利于交流。所以汉字首先一个重大现实功能是交流的功能，这个功能就决定了它越简单越方便，如果复杂起来就非常不方便。你像很多老外学中国话都难了，写中国字这万万不能，写中国的繁体字那他更觉得跟天书一般。你不用说是外国人，咱中国人，我们知道大陆地区呢是推广简化字的，台湾地区呢是推广繁体字的。假如说我们现在让大陆的小学生和台湾的小学生来写这么几个字，哪几个字呢？忧郁的乌龟，这5个字，咱不有经常说你给我写100遍，你看着大陆的学生写100遍忧郁的乌龟不是什么困难事，你要让台湾地区的学生写这100个忧郁乌龟，笔画特别复杂。所以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自己你举这例子太片面，其实你要如果真想把这问题搞懂，你就应该了解到中国汉字从诞生之日一直到现在是不断的走过一个由繁复到简单这样一个过程。咱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呢简要给大伙回顾一下，咱们看看汉字发展这段历史是不是这样。中国汉字从诞生之日一直到现在是不断的走过一个由繁复到简单这样一个过程。咱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呢简要给大伙回顾一下，咱们看看汉字发展这段历史是不是这样。汉字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文字之一，4000多年前华夏大地上古刻文的出现奠定了中国汉字的基础，而后甲骨文作为中国已发现的体系较为完整的早期文字，也展现了它独特的魅力。古代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后，刻在青铜器上的钟鼎文则已发展，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钟鼎文大约书写了1200多年历史。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由宰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斗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创制统一文字，形成了小篆。后为加快书写，将篆书圆转的笔画改为方折，则形成了隶书。它是古代文字与书法的一大变革。而后汉字又经历了楷书、草书、行书等阶段，演变至今。中国汉字从诞生之日一直到现在，是不断的走过一个由繁复到简单这样一个过程。甲骨文，后来又有什么钟鼎文呢、石州文呢、大篆，然后到小篆。这个小篆跟前面那几种文字比，已经出现了很大幅度的简化，甚至前面几种文字在诞生之时很复杂，到后来一点点的都出现了这种字体的简笔字。有的人说我们小篆也不简单呢，你看那个很复杂，那笔画很细，但小篆有个好处，整齐美观。有很多书法家就愿意写这小篆，说你要说这个东西它不能大行其道，那秦始皇当年一统六国的时候，
那可是讲过书同文，车同轨，书同文什么都用小篆，你看都用小篆，各国家人都识了，这不很对吗？其实这个您对历史不了解，真正在秦始皇时期大行其道的文字是什么？是隶书，不是小篆。因为在战国时期呢，说当大篆小篆并行的时候，有很多战国时期的谋士、知识分子啊，纵横家而苏秦、张仪，有时候一天呢得写上千字呢，给各个这个诸侯国的君主看。用大篆小篆这么难写的笔画，它的效率很低，所以在战国时候隶书就已经很流行了。到秦朝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刻在竹简上的好多文字都是隶书，而不是小篆。就是秦始皇用小篆来统一国家的文字已经失败了，而隶书其实是秦始皇统治时期最常见的文字。到汉代的时候，隶书更是大行其道，它只有一个道理，就是隶书笔画比这个小篆要简单得多。那么往后唐宋元明清每一朝它的简化的字都比上一朝代要多。到了这个晚清的时候呢，甚至呢太平天国运动说在玉玺上刻的都是简化字，所以它这个呢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历史发展过程。它不光是说中国，你看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周边的国家，你比方说韩国，韩国原来呢从汉唐以后一直用的是中国的汉字，可是中国的汉字太难写太难学，当时韩国呢只有少数的知识分子掌握，老百姓没文化掌握不了，太难。所以后来到了明朝的时候呢，朝鲜呢，这是韩国呢介入到了李氏朝鲜时代，李氏王朝。当时有一个皇帝叫世宗，这个世宗皇帝呢，他就大力推广自己的文字，什么把汉字废掉。我们现在看韩国文字呢，你看一横一竖的，你看着挺别扭，但比汉字简单多了。世宗皇帝推广这个目的，就让朝鲜呢，朝鲜半岛上这些老百姓呢都能够掌握文字。你要学汉字的话，太繁复太难，学不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呢，韩国的文字，那个文字相对比汉字要简单得多，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有文化，就它也同样走过了一个由繁到简的过程。如果太繁复，那只能说明你这文化大多数掌握在知识分子手里，不能够普及到民间。所以它走过了这么一个过程。到了民国时候呢，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呢，汉字简化的呼声是越来越高。1922年的时候呢，著名学者钱玄同提出了一个简化汉字的方案，这是第一个系统的方案。这个方案一直影响到建国以后。就建国以后50年代呢，我们都知道，这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当时管文化的一些大学者，你像毛泽东郭沫若这些人呢，都是学繁体字长大的，而且繁体字的功力他们无论是书写呀还是理解都很深。但是这些领导人都有这种觉悟，他认为必须推广简化字。为什么？中国当时80%的人是文盲，你如果学这么复杂的繁体字的话，很多人摆脱不了文盲的困境，应该推广简化字。所以在1956年的时候，全国开始系统推广简化字。一直用到现在，证明着它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命力。早在甲骨文和钟鼎文中，汉字简化就已萌芽。发展到小篆时期，很多字体得以简化。再到隶书和楷书时期，更多的简化字出现在人们的视撇。在汉魏六朝的碑刻中，在唐代写经书法作品中，也频繁出现简体字的踪影。而汉字简化运动的正式提出，是1909年陆废奎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中提出，至今已有将近100年的历史。1935年8月21日，当时的国民政府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但是没能顺利推行。新中国成立后，国务院于1956年1月28日发布了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5月审定通过简化字总表，经少量修订之后，简化字总表在1986年重新发表。简化字
一直在中国大陆使用至今。说到这儿，有的人说那也不对呀，那你这个现在有很多人支持恢复繁体字，说你光有生命力不行啊，不要把传统文化把美给丢没喽。那么其实我们即使不谈，就说这个由繁到简方便应用的过程，我们单就现在繁体字简化字一些争论来看，你比方说有的人说什么呢？说这个繁体字美呀，你看书法上写出来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多漂亮啊。现在写书法的朋友知道简化字难写，越是笔画简单的越不好写，而笔画复杂的呢，结构匀称很美观。可是我们说究竟有多少人在学习研究书法呢？我估计这个人数再多，和庞大的中国人群相比，它也是小众。就是你不能因为这点小众人的要求就要我全面把繁体字恢复，而且你这一恢复，原来使用简体字的人就带来了阅读和书写上的混乱，他不知道该怎么弄好了，到底哪个字数哪个字不对。还有的人说没那么麻烦，现在都电脑输入了，你输入一个繁体字跟输入一个简化字一样啊。咱们且不说我们现在输入繁体字输入简化字，就说你电脑输入不能完全取代手写，咱不说这个。另外有一点，你再输入你得认这字吧，如果这繁体字你不认识，阅读过程当中你都不认识，你何谈输入呢？所以电脑的这种进步啊，五笔字形也好，拼音输入也好，它不能够是全面推行繁体字的一个必要因素。你首先你得认识它，你要认识人就混乱了，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了，你后边都谈不上。所以说还有的人提出来说传统文化，你看到这汉字你就知道大致中国古代的一些知识是什么。再说典籍都是繁体字啊，你如果不认识繁体字，你怎么研究典籍啊？咱们现在用简化字出版的典籍遍地都是，哪里耽误你研究了？而且即使你要真深入研究，掌握繁体字必要，那也是搞研究工作的一小撮的。这些搞研究工作的和我们说爱好书法的都是小众人口，那有必要为了这些人的喜好就全面恢复繁体字吗？还有的人提出来说，那你看这个台湾地区，我台湾地区那老百姓，我觉得比大陆地区老百姓国学底子就深，有的老太太都能说四书五经，人家就是一直有繁体字，所以国学这一脉没断。我才觉得说这个说法的人呢，也不了解历史。比方我们说蒋介石在1935年呢，就曾经推行过100多天的简化字，后来由于阻力太大，没推行下去。其实啊，台湾很早就在推广简化字。比方我们说蒋介石在1935年呢，就曾经推行过100多天的简化字，后来由于阻力太大，没推行下去。等蒋介石去了这个台湾以后呢，也开始推广简化字。可是在推广过程当中呢，同样有一些遗老遗少说，你这个有点这个毁老祖宗文化。文字本身来讲，它的工具意义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为了推行这个，那么把大家的认知搞得很混乱。尤其是现在呢，这个简化字在大陆呢，这已经推广了50多年了。你现在开倒车回去，一定不理想。这个混乱带来的成本就非常大。而且有的委员建议说，把它搁到中小学课本里。现在中小学学生的课业负担已经很重了，你强行的把它推上去，效果不会好。而且这个教学大纲里头加什么不加什么，这是要经过谨慎考虑的，它是要跟现实对接的。如果现在我们社会上繁体字的应用，或者说它的用处非常大很广泛，那么在教育里一定要体现。如果没那么广泛，教育首先是面对大众的，不是面对小众。所以我倒觉得呢，你就回到课本里也没啥问题。这个课本一定不是必修课，它是选修课。不如我们可以在中小学里呢开设繁体字和中国古代文化的这个教育结合。比方说这个300篇这些蒙学教材，比方说传统的诗词经学，把这个东西拿回来，然后都用繁体字进行教育，把这个作为选修课。哪个孩子有兴趣你就去选修，但是不列入教学大纲里的必修课。这也完全符合小众文化这种推广。因为小众它一定是推广范围比较窄，一定是现实当中应用没有大众的东西那么范围广。
所以小众的东西要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你不能把它变成一种大众都用推广。所以我认为呢，哪个学生有兴趣你就选修，没兴趣你就别学这个，这个才符合就是现在我们说通过繁体字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真正宗旨。我是觉得把繁体字当做一个兴趣来处理，这个效果会更好。比方说我练书法的人喜欢繁体字，我搞古典文化古典文学研究的我要用繁体字，只要这些人存在，繁体字永远不会失传。你没有必要把它拖拉巴推广到更大范围当中，给很多人带来困扰。其他人用文字不是为了研究，不是为了它的学术意义和美学意义，我就是为了应用，就是为了沟通。它一定是根据时代的发展，会有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如果繁体字真到了寿终正寝的那一天，那也是历史不可阻挡的潮流。所以我说繁体字可以作为一种兴趣教育，来向我们的孩子来进行介绍和推广，万万不可把它当作一种大众教育，回到课本当中。最近比尔盖茨在新加坡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提到，说中国富人呢，现在的整个消费水平呢，已经跟上了世界富豪。你看，拥有私人飞机拥有顶级的艺术品，也拥有顶级的奢侈品，但是中国富人却缺乏两个字，就是慈善。那么为了鼓励中国富人系统性的进行慈善活动，比尔盖茨给开出了药方，认为政府应该在减税免税这方面给予这些富人一定的促进他们自身的慈善行为。那么这个药方到底灵不灵呢？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让中国富人爱上慈善呢？据媒体报道，2014年4月6日，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在新加坡接受采访时称，中国的富人更爱买艺术品、湾流私人飞机、DRC 葡萄酒和爱马仕手袋等奢侈品，咱还没有接受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慈善。比尔盖茨指出，在中国发生灾难时，会看到踊跃捐赠的场面，但在做系统和持续性的慈善事业方面还比较缺失，比如在医疗事业、大学研究，或者向残障人士捐函等，都远远不够。为此，比尔盖茨建议中国政府考虑采取以慈善资金抵扣税收等政策，鼓励富人们多做慈善事业。他认为，一旦富人们意识到慈善事业有价值并受到高度认可，就会自然而然地多进行这方面工作。根据胡润报告，2013年中国排名前100名的慈善家一共只捐了 8.9 亿美元，相比2012年下跌了 44%， 比2011年下跌了 55%。 据了解，捐赠资金下跌的原因可能与中国国内爆出某些慈善基金会滥用捐款的一些传闻有关。此外，相比美国的前50名捐赠者，2013年仅捐了77亿美元，中国富人的捐款数额显得微乎其微。比尔盖茨发表这番言论呢，这是有他扎实的根据的，因为美国在去年排名前50的富人总共捐出了77亿美金，而在中国呢，排名前100的富人加在一块一年捐赠额度也没有超过9亿美金，所以这个落差是非常巨大的。在2010年呢，比尔盖茨跟巴菲特两个人联手向世界各地的富豪发出号召，当然都是顶级富豪，说我们要在这个自己的生命当中或者生命结束的时候，把自己的财产一半捐出去，得到了世界57位顶级富豪的响应。但是这57位富豪当中，来自亚洲的富豪不到10个人。随后呢，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两个人呢，又在北京搞了一场慈善晚宴，邀请中国的一些富豪来参加。照理说，以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这个级别的，如果他们要是召开一次什么企业论坛呢，财富增长，很可能这些富豪都一个不落的都会来。可是就因为这次晚宴是叫慈善晚宴，结果有1/3中国的富豪拒绝参加。2010年8月份开始，
中国的富豪们就陆续接到了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两位超级富豪的慈善晚宴邀请。慈善晚宴定于2010年9月29日在北京举行。由于之前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号召美国富豪将一半的财富捐献出来，因此这次慈善晚宴的关注度非常高。媒体纷纷猜测，这将是一个劝捐的晚宴。此后，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发表声明承诺，这个慈善晚宴不会向中国富豪劝捐，而是交流慈善经验。当天参加慈善晚宴的人，既有此前高调确认出席的王石、陈光标、于鹏年、牛根生、冯仑、曹德旺，也有之前媒体猜测的柳传志、张朝阳、马云，还有一基金创始人李连杰以及几位部委官员等人。但是据媒体报道，出于各种担心，仍然有大约1/3的中国富豪选择了拒绝邀请。所以比尔·盖茨他提出来中国富豪缺乏慈善意识，这还真不是他作为一个美国人的偏见，这也大概是我们电视机前每个观众朋友对中国富豪从事慈善事业的一个大势的感官。那么为什么说中国的富豪对慈善事业整体来看不那么热衷呢？当然要有大事件的时候，很多富豪呢，或者出于纯粹的爱心，或者是出于一种功利目的，为了自己名声，为了企业的广告效应，很多人还是愿意站出捐款。可是进行常态的系统性的慈善行为的中国富豪确实并不多。有人给出各种各样理由，说这个富豪刚富还没几年的，你让他马上捐出去他心疼。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有钱不就为儿女吗？给儿女花，不肯给别人，等等等等原因。但是这些呢，严格意义上说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倒是这次比尔·盖茨提出来的，说我们应该政府用这个减税免税的政策来刺激富豪进行慈善。所以你看，反正他这不也得交税吗？要是你进行捐赠了，那么回头在税款里呢给你扣除100%扣除或者扣除一部分，这不能刺激富豪有这个积极性吗？那么说他这个药方到底灵不灵呢？咱们要分析这个事儿之前呢，必须得介绍一下美国的慈善事业和中国慈善事业的很大不同。双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美国的慈善事业它是由民间主导，中国的慈善事业是由政府主导。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的力量非常强大，确实在现实层面当中要推广一些事儿，没有政府的力量是做不到的。但是政府力量强大的同时呢，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遏制了民间慈善力量的成长。有的时候害怕呢，民间的这个慈善机构呢，可能借这个机会有洗钱的嫌疑啊。总而言之，对民间慈善机构整体来说的扶持力度不够。美国不是，美国是政府最多倡导一下，基本上这大的慈善机构都是来自民间。而且美国的民众呢，对政府主导的慈善呢不大信任，要么认为你官员有可能贪污中饱私囊，要么认为你这个公办的慈善机构效率比较低下。其实美国人对公办慈善机构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跟现在中国人对我们的公办机构的认识它是有重叠的。就正如郭文伟事件出现之后，大家对这个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官办慈善机构普遍产生一种不信任的感觉。我想在这一点上，为什么双方会有一些来自民间一致的看法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呢，无论任何慈善机构，它都有它自身的利益诉求。那么怎么样能保证他在做慈善的时候能够抛弃自己的利益诉求，一心为公呢？都需要监督，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搞慈善都需要监督。但问题就在这儿，监督民间慈善机构是容易的，政府有这样的力量。可是政府自身搞慈善，谁来监督政府呢？世界各个国家来说，监督政府都是个难题，都远没有监督民间那么容易。所以美国人认为，我们相信民间慈善机构，因为它容易被监督；我们不相信政府慈善机构，因为它不容易被监督。我想这一点也是有充分道理的。所以我们比较清楚美国和中国两种不同的慈善机制。那么我们下面来分析比尔·盖茨提出这个药方，咱们就有一个扎实基础。你看美国的富豪为什么那么愿意捐赠呢？
很多人说这个美国这个减税免税政策起了很大作用。你看这个该交的税啊不用交了，我这头我捐赠了，回头就抵税了，既买了好名声，我这边的税钱反正也得交。那么有人说为什么美国富豪愿意这么干呢？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美国这个税也重，尤其遗产税。你说你不捐出去，给你孩子，遗产税50%以上，他有的都拿不起呀，真是不动产。你说一套房子，只要值1000万美元，他得交500万美元的遗产税，他自个儿都没那些钱。所以美国富翁一看，反正他也享受不去了，那干脆吧，我就把这个去捐赠得了。很多人从这个角度理解，其实这个呢是没有能够认清，就是美国人在减税免税情况下为什么这么愿意捐赠。它绝不仅仅是富豪自身的事儿，美国呢来自个人的捐赠占85%，来自企业和品牌的才占15%，而且这85%捐赠有70%来自美国普通民众，不是富豪。那么为什么普通民众也这么热衷于这个捐款呢？这个减税免税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们不否认它在一定程度来讲呢，把这个个人所得税、企业营业税呢转成捐赠，这个自己反正这都是我要交的钱，我这样能买好名声，有这个原因。但是更主要原因在于呢，就是美国民众对政府的本能不信任。说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政府的可能效率低，可能出现腐败，而且监督起了费劲。还不光这样，你注意这个捐赠给民间慈善机构，其实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你只要监督得当，他一定会把这钱用到老百姓身上。这个是美国人从事慈善捐赠在减税免费政策之下一个最主要的动因。那么说这个在中国现在能不能执行呢？其实不是说能不能执行，中国已经有这个政策了。就我们很多捐赠法呀、公益方面的法律法规有这方面关于减免税收和慈善之间的关系。就你通过慈善捐赠，这边可以减免税收。怎么规定的呢？就说企业，比方他应纳税是100万，他捐了100万，那好，3%，也就是在他应该纳税里头减免3万块钱。这是对企业，对个人呢是免30%。就是说我个人捐了100万，我该交税交100万，那好，去掉30万，我交70万，这是很早的规定。到后来呢，又有一些更细致的规定，比方你要通过这个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捐给一些文化事业的发展呢，你可以另外再在你的应纳税额里扣10%。比方说我个人捐这个100万，好，免30%，我要再交100万税收，就交70万。捐给文化事业，通过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这官办的慈善机构，再给我免10%，我又少交10万。而且后来还有这么一项政策很有意思，就是你要把钱捐赠给红十字会呀、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呀、扶贫什么基金呢，捐给10几个国字头的国家级的这个官办慈善机构，你就可以全免。我捐100万给红十字会，回头我该交100万税的，好，都免了，这抵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政策导向毫无疑问是什么？就是只要是你捐给官办慈善机构，那好，那我就给你的优惠大。这也意味着在一定程度来讲，官办慈善机构在一定程度其实它就是政府的一员。本来这个慈善主要是面向民间的，你如果把这个慈善机构它作为一个事业单位弄得和政府机构一样，大家就会有意见。你像当年青海玉树地震的时候呢，各个省上来这个捐款，如果能够划拨到地方的话，那必须得通过10几个国家级的慈善机构，这个大家就多多少少有点意见了。所以我说有的人认为呢，官办慈善机构它的效率低下，不愿意捐给他，那你就也享受不到减税免税更好的制度子。所以中国不是没有这样政策，而是这个政策力度不够，再一个执行力度落实比较难。在美国是什么呢？你捐赠完了，接受捐赠一方必须给你开发票，火油头拿这个到任何事务部门都可以抵税，全国来往都能查清楚。在中国呢，这是2层皮，就你这边捐赠了之后，回头你得自个儿去申请免税去，费那个劲，有时候10几个章、20几个章来回干。所以有的慈善家呢，我捐完了，我是反正为了爱心，我才不惹那麻烦了，我费那劲干嘛呀？拉倒吧，我不申请了。我也由于过分的程序复杂，事实上这种办事效率低下，
也使这个减免税收政策对慈善事业推动变得非常有限。而且有的人提出不同意见了，说你这边捐多少，那头免税免多少，你税就是该交的啊，你这边还免了，你这叫你做慈善吗？你这不等于是拿纳税人钱给你个人做慈善吗？其实这种看法很片面，你把税收变成捐赠之后，对社会的积极引导，在精神意义上的引导，这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它其实反映了是我们对慈善过程当中如何更有效率，如何能更透明、更公平、更公正，接受公众监督的一种渴望。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把这个税收变成一种捐赠，有可能会使慈善的效率成倍的提高。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比尔盖茨开出这个药方，但是很多地方政府没有这个愿望推进这个事儿，因为很多地方政府呢，现在土地这方面控制住了，那么财税收入在地方政府收入这块很大，你如果要倡导这种捐赠的话，往往意味着更多的钱流向了慈善机构，而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会因此降低。哪怕你是捐给官办慈善机构了，它也跟地方政府走的是两本账，就如同国税和地税一般。所以要想推进这个政策，它是需要全国一盘棋，需要顶层设计，需要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否则的话你光是某一个点发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这是我说的减免税对于中国慈善事业现在存在的一个现状。在另外有一点我想说的是，中国富人之所以现在不怎么爱慈善，这跟精神层面上的东西侧在相关，就是人的财富观。我们提到中国是个人情社会，说我挣钱为给谁，不就为儿女吗？我死之后这钱不留给儿女就给别人了，我心里接受不了。其实这就是中国作为人情社会一种很牢固的财富观，认为这个钱挣了呀就是我的，我得不到我也得让我儿子得，我死了给我儿子。那么西方社会呢，很多富人他不这么想。首先一个呢，他从这个功利角度来讲，就说假如我死了，我把钱都给我儿子，好，我儿子什么也不用干，甚至都不用上学，不用掌握技能，我这1个亿美金我都给他了，先天他就是富豪啊。可是这样美国人认为什么呢？首先一点，这个孩子完了。为啥？不劳而获，不用奋斗了，他会失去对生活的热忱，做事的成就感，甚至失去自尊和羞耻感。他也不做事了，也没有成就感了，我先躺在这钱堆上，我就吃喝玩乐吧。就像有中国古代有个笑话，说两个人这个在这探讨，说将来这个我爹死了，财产都我的，我爹死财产也我的，说咱有的是钱怎么花？我要有钱，我吃完了睡，睡完了吃。另一人说拉倒吧，够那么干，我有钱，我吃完了又吃，哪有功夫睡？你这不出一成败家子了吗？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不一定先天就是个坏孩子吧？爹妈的钱全给他，让你随便花随便玩。所以这一点上来看，我认为西方国家有些富豪是很有远见的。你看比尔盖茨、巴菲特把钱捐出，他们儿女没有任何疑义，没有说我爹怎么这么狠呢，把钱都给别人了，不给我留着。这在西方社会是一个普遍的共识，认为这个钱留给儿女，他们无耻的不劳而获，对他们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这和中国人把钱留给儿女的概念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第二点更重要，这是富豪自身的财富观非常重要一面，就这个钱我为什么不能留给儿女呢？咱通俗点说吧，美国人认为呢，就说这个我消费这部分行，超出我消费以外，这钱不是我的，应该是全社会的。而中国人呢，很多富豪认为这钱就是我的。其实我把它更通俗理解呢，就说我们平常看到这个钱可以分成两部分。我自己能吃能喝，比方说我每天3餐，我要去运动要旅游，正常的花费，我们管这叫生活费。超出生活费以外的，就是你自己花不到自个儿身上的，这部分叫钱。这个生活费我们自个儿多一点少一点，咱自个儿控制，只要用到自个儿身上，无可厚非。可是这个钱呢，你再多你花不了，它是账面上意义。在西方人很多富豪眼中就生活费我可以拥有多点，钱只要多出这部分，它不属于我，它属于社会。
不像我们认为说钱你花不了就是纸，人家不这么认为，钱花不了它也是钱，但这个钱不属于我，它应该属于整个社会。这是一种非常积极进步的财富观。那么属于社会，我就得想法让它发挥积极作用。很多西方人认为临死的时候带走巨大一笔财富是很可耻的。那么说他这种相对我们认为合理的财富观是怎么来的？很早的时候天主教搞慈善呢，有个通俗叫法叫11岁，就是把你每个月收入的1/10捐给教会。比方我这一月挣1000块钱，我交给教会100块钱。但是后来呢出现问题了，你看我挣1000我捐100，我挣10万呢，那我捐的额度就比100高多了。所以这个时候谁捐的多谁就产生优越感了，我给你捐的少比我要怎么着。其实这个是违背慈善意识的，每个人能力有大小，捐赠是平等。而且这个时候他也突出了我能力大，我挣得多，那么我就尊贵。我本来捐赠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爱心，可最后往往成为一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我把这财富拢到一块管理好了，让它增值，然后再给那些需要的穷人和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在这种思维之下，不仅富豪们不会拿这个财富当作属于自己的，富二代、富三代也不会出现炫富行为。所以我们几乎看不到西方国家的富二代在那炫富。除了我们在现实的世界里边、物质世界里边减免税收这块制度层面的推进不够，还有在精神层面上对财富这方面的正确理解，对应该拥有怎样正确的财富观，在这一点上来讲，中国富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起码来说，从制度层面来说，由政府主导慈善到民间主导慈善，这就绝非1年2年所能做到的。所以我们得出结论，让中国富豪真正的爱上慈善，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好，感谢您的收看这期老梁说天下。